刘宇宁这周到底有多忙？泥浆里抢第一，转身又把待播剧热度推高。刘宇宁这一周忙得有点离谱，前一秒他还在泥潭里帅得认不出脸，为了几分追着对手满场跑。镜头一转，一个尚未杀青的新角色，累计热度已经突破9000万。紧接着铁证又亮相总台大剧片单，泥浆刑警现实题材大剧3张完全不同的面孔，偏偏挤在同一周出现，看上去只是行程密集，细看却像一场接力。有综艺先把人推到观众面前，下一棒再递到演员刘宇宁手里。我这集不盘点刘宇宁做了多少事，只拨开迷雾看清一个问题：地球超新星2制造出的这轮刷屏能不能继续往前走，变成观众对高原和铁证的期待？答案要从那场泥潭大战说起。泥潭游戏有一个好处，艺人平时经营的造型气场精致感，进去几分钟全被泥糊平。谁愿意认真玩，谁只想站在旁边保持体面。镜头根本藏不住，刘宇宁下去之后状态很明确，既然要抢就别假装在抢。他冲来摔倒，再从泥里爬起来，脸上已经没有多少干净地方，眼睛还在盯着比分。节目效果当然有，可比狼狈更容易被记住的是他那股胜负心。别人参加泥潭游戏可能想的是别摔得太难看，刘宇宁想的更直接，这一分到底能不能拿回来。战队局势一度落后，随后一点点把比分追上去，最后完成反超。比赛结束后，他用一句勇敢的人先施为敬给自己结算。这句话放在别人身上可能只是宣传文案，放在刚从泥潭里爬出来的刘宇宁身上，观众能立刻对上画面。这类片段很适合短视频传播，不用了解节目规则，不需要认识全部嘉宾，10几秒就能看明白。这个人玩得很认真，而且输不起。这里的输不起并不讨厌，他带着一点笨拙，一点好笑，还有一种成年人参加游戏时很少彻底放开的投入感。观众刷到第一条觉得好笑，刷到第2条开始记住他的反应，再刷到第3条就会产生一个很直观的印象。刘宇宁最近怎么哪里都有，但刘宇宁这一周的节奏偏偏没有停在综艺笑点上。当大家还在讨论他满脸泥的表情时，演员线已经悄悄把话题接走，他的新角色高原。铁证开机后，刘宇宁公开介绍新角色时只说了一句：大家好，我是高原。信息很少，角色热度却持续向上。截至目前，公开传播数据显示，高原的累计角色热度已经超过9000万。这里说的是平台角色热度，不等于9000万人看过这部剧。毕竟剧还在拍，完整片花、人物关系和正式剧情都没有公开。这里有个值得深思的点，一个尚未露出全貌的角色，能提前聚起这么高的讨论，就已说明观众愿意等。那大家在等什么呢？我想首先是刘宇宁穿上警服以后，能不能让人相信他是一名刑警。在过去几年，刘宇宁被讨论较多的角色，往往带着鲜明造型、传奇色彩和强烈人物气场。而高原这个角色来自现实题材，现实题材不太给演员留藏身的地方，站姿像不像长期办案的人，说话有没有职业习惯，面对嫌疑人时的眼神够不够稳定，疲惫感从哪里出来，这些都会被镜头放大。我们的古装角色可以先用造型抓住观众，刑警高原却需要靠细节慢慢让人信服。第二个期待来自他与孙红雷的对手戏，一个沿着线索追查，一个在复杂关系中周旋，戏外能够轻松互相抛梗，到了剧里却要形成长期对抗，这种落差本身就很有吸引力。观众想看的已经不只是刘宇宁穿警服帅不帅，也想知道当孙红雷的压迫感迎面过来，他能不能稳稳守住高原这个人物。不过角色越早获得关注，考题也来得越早。9000万热度会把高原推到更多人面前，却不会替演员完成表演。等到剧集播出，观众不会因为一个漂亮数字就降低对现实题材的要求。这也是解证接下来最有悬念的地方。就在高原的讨论持续升温时，铁证又出现在总台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上。对于普通观众来说，不需要把一场行业大会解释得太复杂，这个信息的意义很直接。铁证已经开始进入更大的剧集宣传视野，它不再只是一部停留在开机、新闻和粉丝话题里的待播剧，外界对它的关注正在从演员阵容慢慢转向项目本身。现实题材、扫黑故事、孙红雷与刘宇宁的对手戏，再加上总台层面的项目曝光，这几层信息叠在一起，
观众对高原的等待自然会继续升温。当然，亮相片单不代表马上播出，因为铁证仍在拍摄阶段，距离完整成片还有一段时间。这段等待反而给刘宇宁留下了一道很清楚的考题。下一次高原公开亮相时，他能不能让观众看到一个与综艺里完全不同的人呢？如果我们现在再回头看，刘宇宁这一周的3条动态关系就很清楚了。地球超新星2负责制造即时传播，你将摔倒抢分反超，每个片段都能单独进入推荐流，观众不需要任何背景知识。高原负责制造等待，角色信息越少，讨论越容易，集中在几个明确问题上。刘宇宁演刑警是什么状态？现实题材能不能压住？他和孙红雷的对手戏能不能接住？铁证亮相总台大会，则给这份等待增加了一层项目存在感，一个提供笑点，一个留下悬念，一个扩大项目曝光。他们碰巧在同一周接连出现，于是形成了刘宇宁到处都在的感觉。这种刷屏和单纯频繁上热搜有一点区别，每条内容都在为下一条内容开路。有人因为泥潭游戏点进来，记住刘宇宁的综艺反应，随后刷到高原，开始好奇他的现实题材角色，再看到铁证的项目消息，才发现这部剧正在逐渐走进公众视野，热度没有停留在同一个画面里打转，它在移动。当然，这条接力能不能跑通，现在还不能提前下结论。综艺表现好，证明刘宇宁能够制造鲜活片段；角色热度高，证明观众愿意提前关注；项目进入更大的宣传视野，证明铁证具备继续放大声量的空间。演员也还需要面对最终的成片剪辑。当高原与大家见面后，观众能不能忘记那个会在泥潭里急着抢分，遇到不吉利台词立刻避秤的刘宇宁？能不能相信眼前这个人已经在一桩案件里追查多年，碰过壁，承受过压力，却始终没有放弃？如果能够做到这一周的综艺刷屏，才算顺利接到了演员线。如果做不到9000万角色热度，终究只是一场提前到来的期待，这并不苛刻。仅是观众开始认真等他，才会有对高原提出更高的要求。所以刘宇宁这一周到底有多猛？他在泥潭里拼出了一场综艺名场面，又让一个尚未杀青的角色持续升温。铁证随后进入总台大剧片单视野，从即时笑点到角色期待，再到项目曝光，这3件事刚好连成了一条线。眼下有意思的已不是他一周出现了多少次，而是下一次高原出现时，观众会先看到刘宇宁，还是先相信这个刑警？刘宇宁在综艺里已经证明他很会让观众记住自己。那接下来轮到演员刘宇宁交答卷，他能不能让观众暂时忘记自己，只记住高原呢？你觉得刘宇宁现在更需要继续保持高曝光呢，还是需要一部能够改变外界判断的角色？评论区聊聊，请欣赏刘宇宁自述过往的那些事。你宁哥能一步步走到今天，就是挨了好多社会的毒打。好多年前，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有唱歌的梦想，我很想当一个歌手，但那个时候家庭条件真的不允许。